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湿水嫩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诗。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勒眼镜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看看今天请到的3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严老师，欢迎严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了解一下他们今天帮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俩其实前2年就已经离婚了，但是出于一些原因呢还在一起。他脾气特别急，一点小事就和我发脾气。刚结婚我借的钱给他开了个修理厂，因为他经营不善，前年厂子倒闭了，就再也没出去找过工作，天天做着发财梦，现在1分钱也不给我们娘仨，孩子病了他也拿不出钱来，我真的觉得没必要和他在一块过了。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马先生，47岁，来自河北待业；女嘉宾王女士，42岁，来自河北保洁园。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2位现在是离异了，对吧？但这2年是离异不离家。最后你说他不管你们娘儿仨，是俩孩子，是这意思吗？小片的最后您是这么说的，这个日子不想过了，对不对？不过日子带孩子走不就好了吗？干嘛来这儿呢？我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想走也走不了？人家不让走。你们俩结婚多少年啊？05年结的婚。当时为什么离婚呢？当时打架了，他说离婚，我不同意。然后他去法院就给我起诉了，3个月之后法院下来的判决。当时离婚是一赌气，其实还是不舍得这个家。资料上面是无业是吧？小片里说到了这个，给你开的修理厂也倒闭了，什么状态？简单的说吧，就是15年呢关了之后呢，我去转行了，现在是搞投资。我这个工作他不理解，他总以为我在败家。其实我在踏踏实实的做事。当时我媳妇儿给我借了1万块钱，在汽配城开的厂子，那是04年，没结婚之前。但是后来呢，开了1年多又黄了，我又重新开的。我这一直到15年把这厂子关了，这些年生活，他带着孩子，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个人折腾，黑白折腾，我的辛苦他不理解，他总以为我在外面吃喝玩乐，其实我在外面是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累得跟驴似的，但是钱没挣着。没养家呀？养家了，那不挺好吗？这10几年，从打04年年底，05年给我，一直到去年他刚上班没有10个月都没有，他总是我的不是，都是我的错。你把大嗓门拿出来让大家听听，你怎么一说话怎么大嗓门了？你怎么说话的方式？你给我说说，给大家讲讲，对吧？你说你在外拼搏，你在外辛苦。我在家带孩子我不辛苦，我在家带孩子啥也不干，而且你做事方式毛病太大，他不认，人家都是望子成龙，我望夫成龙，说他什么都不听，他做事太离谱。做了什么事儿你觉得离谱呢？那个厂你刚开始你必须自己打拼，把这个厂子把这客户养起来。你刚开始你没几天你就招了人了，我就甩手不干了，就让徒弟去干。你是不是顾客老杂呀？人家顾客来了说这车多长时间给我修完呢？1个礼拜，人家等半个月都没给修出来，人家客户下午还让你来吗？问个问题啊，按他的说法是04年你们没结婚前，你在外面借了1万块钱给他开的店，这个店一直开到15年才倒闭的，是还是不是？是，他这个期间已经换了3个地方，倒闭过3次，对，又起了3回。对，我没法跟你说，就是时间太短，我要跟你说就是1天我跟你说不完，就他这一出的，不是，他都能把厂子放到下午跳舞去，晚上我挺大肚子在家等着他吃饭，人家不回去。那你今天来干嘛呢？我干嘛呀？
得吃喝拉撒呀。我让你上班去，你就耍闹的。我要说一句，我说你赶紧找个工作。我说我上班这够咱们还这个房贷了，你再挣个2000块钱，你就不用别的，你别累着，你就给我挣2000块钱当个保安就行。所以他就不去就闹，只要说这句话就闹。他搞那些玩意都是虚的，他不脚踏实地给你挣钱。好，我们先放在这儿啊，回答我的问题好吗？听出来了，满腹抱怨，对不对？反正没有一嘎子让我行他做的不让你满意。我再问问啊，在你们离婚之前，你出去工作吗？没有。那你们这10几年下来，一家4口人吧，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呢？东凑西凑的，成天借钱花呀。就这日子稀里糊涂就过了这么多年。对，到现在还是借钱花呢。那你怎么日子过成这样？你怎么在5年前还给他生娃呢？生娃这是我愿意的，是我。为啥日子都过不是？日子都过成这样，为啥？我就是想生个闺女，我再有了他就是不会挣钱，我就说不会挣钱。但是我就寻思，他不会挣钱，这10多年也过来了，你给他生完了一个，你还要再生第2个，这是为什么？你回答我。这没有啥为啥，就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简单，就是这孩子我生了我也能养大，我不生这孩子还是没钱，就是这个道理。也不是说我拥着孩子我穷了。你是穷还是过不下去？现在这种状况就是没钱，我让他工作。我不说现在啊，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咱们可以夸大事实，我有情绪，我可以看不上这个男人，对吧？但是我们得实话实说呀，我不能说我这10年我借了10年前过的日子，这没人能信呐，这谁信这事儿啊？就是他有时候你家没钱，他给你扔100，还是给家里钱的是吧？给呀给，哎给的就是不多，不够让你满意，是不是这意思？你就记着，我4年买1件衣裳，你算算吧，我们家能穷到啥样？你这抱怨的真是厉害啊！就这个婚姻给你留下的全是痛苦呗，全是痛苦。所以你为了要一个女儿，我也得再生一个，生完我再离，是这意思吧？啊，对我离我也带我闺女走。听明白了啊？都是抱怨。你这么回答我吧。干了10年的汽修，你自己评价一下，你干的怎么样？干汽修虽然没赚到大钱，但是我解决了生存的问题，我解决了家庭的问题，而且呢，干汽修呢，在14年之前是没有外债的，从15年之后转型才开始有的外债。我在05年到15年之间，这10年的时间是，总的来说是，生活是稳定的，他就是管家就行了，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管，我一直跑外。我负责外表，他负责家里。最大的矛盾就是，他说话不讲方式。我一天累了一天回来之后，家庭是港湾，我休息不好。我们先不说这个啊，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咱们客观的说，这10年，丈夫觉得我挺辛苦的，对我老婆不理解我，对，是这意思吧？是。您是觉得这10年，这小子什么都没干，是这意思吧？或者没认真干，不是什么没干，他修车这是正事儿，但是他方式不对。他不太会干，根本就不会。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这家没你，这10年都过不来。这个家只要我走，他啥也不是。你就记着啥也不是。总是我的毛病，一点好处都没有。对，看的都是缺点，说的全是负面。没事，这肯定是这样的。你如果没有一身缺点的话，人家不能跟你离婚，对不对？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跟他都离婚了，你过你的日子去啊。他走不了。你不让人走。现在这个房子是我买的房子，让他出去他也不会走。你为啥不走呢？这个问题呀，他以前呢也没有正经八百的提出过，我也没有正经八百说出。因为什么呢？离婚以后，因为当时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还得我干。去年呢，我用他的名字买了一套房子。这首付都我付的，我是得有住的地方啊。离婚之后还买了套房子，对，多大呀？62平米，这也挺有意思的。离婚之后，前夫弄了套房子给前妻，还把这房子写在前妻的名下，谁还房贷呢？他还，我也还。他不够的时候我也还，我还想跟他互婚呢，不想这样下去了啊。那是不可能的。您是想跟他过是吧？对呀。我有儿子，我有闺女的，我得负责任呢，对吧？你打架归打架，生气归生气，日子还得过呀，对吧？这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血肉相连的事儿啊。所以很有意思啊。女方说男方一无是处，但是离了婚还要跟他一起过。男方说女方呢，天天是负面，
拱火拱死我了，离了婚还要给他弄个房子，还赖着不走，这就有意思了。你们都认为你们这婚姻不好，对吧？是一塌糊涂，太离谱了。哦，婚姻太离谱了，是吧？我们邻居就说，天天打，他们家天天打。就是都是这种话，跟我们在楼下一起看孩子都说我，谁都不会跟他一起，还在跟他过，就是我了。我说就你这一出，谁还能接受你？他说就我能接受。你们孩子好吗？现在都？孩子还行。孩子还行，就在这么苦难的生活里，孩子还行。反正我大儿子啥都知道，我大儿子都看在眼里。有一次我跟我儿子不听话，气人，我跟我儿子说的，我说我要不为了管你，我说我能在这遭这罪吗？但是我眼泪拽泪了，我儿子也拽泪了。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你让我们帮您干嘛？我分开过，跟他分开过，别纠缠着我，俩孩子我还得管。还得给点生活费，俩孩子啊，就是你希望孩子由你抚养，他出生活费，是这意思吗？是还是不是吗？是，可不可以吗？不可以呗。为什么不可以？这孩子都是亲的啊，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找个后爹呢，肯定不如这个原装的好啊。啊，你这原装的负责任吗？他认为我不踏实，太飘，不靠谱。但是我这个是正经八百事儿，他一个保洁的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能维持房贷呀、生活呀，净空口说白话。我最后再问一句啊，您觉得，如果说这段婚姻是失败的，他的问题是不会挣钱，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责任是啥？你说的？我不知道啊。那啥责任呢？你没责任，对不对？不是什么责任？我就问你啊。责任我就管这俩孩子，孩子啥责任呢？没了。我还什么责任呢？孩子我必须得管呢。好了，事儿其实已经很明白了，局中人看不懂，局外人看得很清晰。一段婚姻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错误，双方都会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我挣不来钱，我还得带孩子。如果你认为生活仅仅就是一个钱字儿，你那日子是没法过，而且也过不好。一会儿让老师给你好好分析分析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完全没有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能力。你作为一个男人，并没有起到一个家庭的核心、定海神针的作用。现在这样窘迫的经济状况，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投资。虽然你的前妻啊，她一再的抱怨你赚不到钱，但实际上她在某方面对你的评估是正确的呀。你可以去做一份工作啊，一个月挣个3、5千。你有手有脚有体力有脑子，用自己的辛苦，用自己的汗水和实实在在看得到的能力赚回这份钱来，我觉得他都会踏实跟着你，即便还会有吵闹，还会发脾气，但至少他能看得到希望。我想跟女士说的是，虽然说他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日子是你自己选择的。当你一次次和他发脾气争吵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得到，对，只得到了一个脾气更暴躁的丈夫。所以在婚姻中需要很多智慧啊。他累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他烦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是火上浇油吗？我不知道他啥时候烦不烦的。他这么大的经济就两个人说话唠嗑都能打起来，就别唠嗑，别说正常话，说正常话都能打起来，天都给你顶开。他变成这样，不是说最初是这样的吧？最初就这样。那你还嫁他？脾气就这么个色，不知道啊，结婚以后才发现的。那还生2个孩子啊？对。你之所以不离开他，是你一直对他抱有幻想和希望。对呀。你认为对呀？你认为他有朝一日会赚来钱的呀？对。不对。我望夫成龙吗？天天的，就是成不了啊，这龙啊。对，他成不了。他为什么会发脾气？他有太多的负面的压力和情绪，而在这个家里，你们所有的恶性循环导致2个人脾气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无法沟通，这个是双方的责任。你对他抱有的希望，希望他能够给家里带来更多的经济好处的同时，你自己付出了什么？对他的关怀和爱，你应该去考虑一下。你的这种态度让他真的找不到在家里平静的感觉。哪个态度？你一直用情绪是解决不了家庭问题，但我给一点建议啊。我建议你自己很清楚，在现在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一个更适合你的人来和你共同抚养2个孩子，包括你的生活，对吧？这个你很清楚。对。那我们就不要逃避面对现实，在现有基础上，怎么能让日子过得更好呢？你收敛自己的脾气，做好自己那份工作。
你先生收敛脾气，去赚一份踏踏实实拿到手里的钱，咱就不要再吵再闹了。没有意义的事情不做好不好？过完这2年，如果你们能控制好情绪，能够共同踏踏实实往家里拿一些钱，我觉得日子也许2年之后会发生变化。但如果这样吵下去，不如现在就分开算了，我听着都头疼。曲总，你什么意见？大哥，我们自己几斤几两，应该自己清楚。目前你们所谓的这个家也好，你们在一起过日子也好，就咱们一个屋檐下的这2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沟通呢？您今年是47，但您像可能27，2点可以反映出来。第一，在事业上你没有太多的一个判断力，屡败屡战，这是一个优点，但是屡战屡败你还不能自我总结，而眼前在摆在我面前的客观情况又是什么？能不能量力而行呢？相反，家里有一个觉得你是一无是处的，那好，你越觉得我不行，我偏要证明给你看我行。你觉得他这种作为有没有你的推力呢？本身如果一句温柔的话，一句体贴包容的理解，我不求你挣多少钱，我们求一起每天能够吃一顿饭，我想那会儿可能他也就回来了。可实际呢？但是俩人高高兴兴挺好的呢，一会不定说点啥话急了，一会就打起来了。我不知道说了啥话，这就是你们沟通的问题了。那点你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男生一直在笑，他那个笑我倒不认为是装，他是一种苦笑，是一种哭笑不得。而女人呢，每次在说话的时候，脸上也都是带着一种嫌弃的感觉。其实你们俩是互相嫌弃，但我告诉你们，你们俩谁也别嫌弃谁，你们俩特别像。其实这些年来，你说你自己过的日子苦，过得不好，过得憋屈，那么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早就可以走开。但你的理由是没钱，我带着2个孩子去哪儿？那你就不要说别人给你带来了这样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由选择的，离婚也好，一个人带1个孩子也好，怎么样也好，都比没有自尊的过下去要更有意义。但你选择了留下来，你一边恨着他，一边骂着他，一边又跟他过，那能怪谁呢？男人也是一样的，一个女人天天在家里说你没用，说你怎样，但是你依然选择了接受，并且长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听你们说话，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可笑什么呢？2个人都没有自知之明，2个人都是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吗？男人没有自知之明，大家都知道了，明明没有那样的经商头脑。女生也是一样的，她总以为说自己的男人能怎样怎样，总以为自己离开这个男人能怎样怎样。
包括主持人问你说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他根本不能理解你所问的什么是责任，他以为带孩子的责任。主持人问你的是，在这段婚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错误？当然你根本不能理解。其次，两人根本不清楚在婚姻生活当中，两个人到底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孩子，为什么要在一起。到最后，日子过成这个样子，12年在一起，过到现在为止，两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怒目相视。这12年换来了什么呢？给孩子给了什么呢？所以最后呢，我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我只说一句话：如果两个人还想要像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一样好好的、有尊严的活着，在他孩子们面前还能像一个父母的样子，就请你们少说话，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应有的本分，别的我无话可说，就这样。我一直观察他们两个人，我就认为最大的变化其实就在2015年。我知道女生其实在对婚姻描述的前10年婚姻描述里面，更多的是自己的情绪的一种宣泄，过得可能不那么理想，看跟谁比。因为如果你仔细把这些时间排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儿子和女儿的这个出生还是有一段日子的。就是为什么会要那个女儿，女生有女生的考虑，可能这个家庭有这个家庭的考虑，对不对？但是那10年的婚姻哪有那么阿杂不堪呢？我不相信它是没有美好的，我不相信真像你说的那样。所以刚才2位老师会分别的提到你们在沟通方式上有问题，因此今天我们所有人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这个地方，给你们摆好了。你们愿意去改变，你们去做改变；你们不愿意改变，你们就继续这样沉沦下去。但是我提醒你们，你们还有2个孩子，对吧？至少在你们的描述里面都在说我们要对孩子好，我们要对孩子负责。那你们就对孩子负责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要来的你说吧。我没啥可说的，我就想让他放我一马。我跟我2孩子一起过，我不想再跟他在一屋檐下。别再吵，别再骂，就这个，没有别的。我再也不对他有啥期望了。我是了解他了解透透的了。谢谢你们，请回吧，请回。来，请关门。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关键是要看看这个家庭的男人做出怎样的选择。请开门。这个算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至少现在这位女士可以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靠自己的双手好好的去生活，然后这个家庭之后向哪个方向去走，那就看他们是不是还愿意用爱去付出和浇灌那个曾经的家庭。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他在一起已经2年了，我是一名摄影师，我们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走到了一起。以前他什么都听我的，对我也特别的依赖。自从我们来到北京以后，就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他越来越喜欢活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完全忽略了我的感受。我们有时聚少离多，但他一点也不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时光，把他的朋友看得比我还要重要。他现在真的非常不在乎我，我们吵了很多的架，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感情还能不能回到过去了。这段感情还回得去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马，24岁，来自青海，摄影师；女嘉宾小程，25岁，来自河北，物业管理。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男生是想回到过去是吧？对。
谈了几年要回去？谈了快2年了吧。在哪儿认识的呀？怎么？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唐山一家摄影工作室实习，然后那时候芳芳她是摄影工作室的一名化妆师，我对她可能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吧。经常给她拍照呀，她也经常逗我开心。追了她3个月，然后最后她同意当我女朋友了。后来呢？我跟她从唐山到了北京，因为我感觉摄影这个行业的话，北京平台会更大一些。是你们俩一起去的，商量去的，还是谁想去，谁追随谁去的？我想去。你追随他去的，是这意思吗？对，就是当时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吧，我能看出来，然后也是商量了很多次，他最后才跟我去。那还是很爱他，对不对？到了北京有多久啊？我们去年6月份从唐山到了北京，是2016年的6月份。对，刚开始我在北京参加摄影工作，只是接一些棚照啊，或者是室外写真啊，还有婚纱摄影之类的。后来从事旅游摄影这一方面，刚开始在国内出差，后来又跑到国外出差，就时间比较久嘛，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闹了很多矛盾，等于聚少离多了，是吧？对，聚少离多了。来，姑娘说说怎么了？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唐山结识认识的嘛，然后我本来也就是想留在唐山的，也是考虑到他的发展。然后就跟随他来北京了。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要为他付出点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是无尽的失望，是因为我到了北京之后发现没多久，他那个工作吧，长年累月的不在家。刚开始是1个月能见个2、3面，现在基本上就是看不见他人。本来我就跟随他来北京，不想异地恋，但是我过来之后还是两地分居。你现在有点后悔了，还不如在唐山呢。这跟在唐山有什么区别？是这意思吗？对，我为了支持他，我自己有自己社交圈，他还阻止我，我真的不理解。是我工作是比较忙，经常出差，但是让大家评评理，我认为在他心里头，他的朋友比我的地位还要重。然后有一次吧，我出差回来有点久，出差15天，然后我说赶快给他一个惊喜。然后刚到家，我给他说完，我说我带你去找个浪漫点的西餐厅，然后吃个饭什么。结果他告诉我说他跟他朋友已经约好了，最后他居然把我晾在家里1天。我本来回来的时间就短，他把我晾在家里1天，我那1天真的特别难受，特别煎熬。他也没跟我事先说他回来，我跟我朋友早就有约了，而且这个聚会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正常人的，那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总得有人照顾我吧？是，照顾她的人真的特别多。现在以前都是些女闺蜜，现在男的也特别多，一群男的围在她身边。有一次我回家，我看她的手机，居然有个人给她发什么“宝贝儿在吗”，然后看他俩聊天记录，他俩经常聊天，我当时火就上来了。然后我想立马问他来着，我最后又冷静了一下，我说我又要出差了，然后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跟了他1天。然后呢？然后我就看见他俩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逛街，但我也没当时拆穿他，因为我这个人也好面。我回来也问他了，他说那是她男闺蜜。我觉得也很正常啊，谁还没有几个男性朋友啊？哎，平常他出差的时候，你们靠什么来联系感情啊？我2个就是用微信嘛，但是他微信都很少跟我聊天。但主持人，我不跟他经常聊天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首先，我经常现在在国外出差，美国12个小时，以色列、埃及那边基本上都有8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我也害怕我给他打电话，他打扰他。我跟你说，你这个跟我说呀，你说什么我都能理解和体谅。问题现在是你跟他谈恋爱，他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你应该跟他说说这事儿。就是我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我们俩应该怎么保持恋人的这种热度和状态？我这个人平时有个习惯，就是我不爱聊天。他有什么事情，他告诉我，我来帮你去解决。也许我不在北京，但是我会请我的朋友去帮你解决。比方说他身体不舒服，我不会告诉他，我说你喝点热水就好了。我认为，告诉你喝点热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热水不是万能的。那你怎么做呀？我会用实际行动去做。不是你人在以色列呢，你怎么实际行动呢？我会下送药的 APP， 我会给他买药，给他送过去。那他不是也可以下一个 APP 自己点一份药吗？所以你得听他的。其实后来我也真的认真想过，也许他要的真的不是我给他送个药那么简单，他也许要的只是
主持人，一个女孩子每天白天要上班，晚上又要去当酒吧驻唱，就算是她不累吧，她晚上一个人回家，我也担心她呀。那她要挤着你的话，她说：“那你来接我呀。”我不在。哦，那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哎，你今天来是想找回过去的感情是吧？我是想让她收收心，我们回到过去。女生回得去吗？我觉得。啊，你客观看他表现吧。本来我就是借助这个平台，我看他。哎，你要看他是。我看他一个态度，我想让他换工作。哦。我要的是他陪在我身边。啊，能换吗？工作好难啊。这份工作，我真的很爱他，但是这份工作，我真的现在没有办法割舍。女生现在可能在一个怪圈里啊，就是你到底是爱你的工作还是爱我，是吧？对。男生就觉得特委屈，是吧？工作和爱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是不是？女生觉得我谈恋爱，我就是要有人长相厮守嘛。男生会觉得说，又岂在朝朝暮暮，是吧？两个人都对上了。老师们会如何去看呢？又怎么帮助他们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知道什么是在乎一个人吗？小伙子，不知道。在乎一个人，是去做他希望的事情，是去成就他喜欢的方式。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梦想，而至少你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你明明知道他在乎的不是你给他买那个药片，而是说宝贝儿，你好点没有？我不在你身边，我特别想你，你要吃药。他需要的是这些，他已经给你机会了呀。你说抱歉，我说不出来。你在乎他吗？我真的觉得你并没有你自己所以为的那么爱他。姑娘，你一上场就说我为了你从唐山来到北京，但我得到什么了？我很失望。爱是付出。如果你认定这个人，我一生要跟他在一起，我看中了他的品行，我看中了他的责任心，我看中了他的性格，那么爱是一生的。你之所以说朋友比他因为陪伴的多，所以更重要。如果换成一个特别爱这个男孩的女生，那应该是真的，他出差那么久了，他回来了，哪怕他是突然袭击，我都应该欢欣鼓舞的去陪他，去接他，告诉我所有的朋友，我男朋友回来了，抱歉啊，你们的聚会我不能参加了。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的，是你的朋友都会理解你。如果不支持你，那就不是真朋友。所以你连这个主次都分不清，连这份情感都捋不顺，我也不认为你对他有多么深刻的爱情。你们仔细去思考一下。我倒是觉得，如果没有那么相爱，也别互相折磨。你去寻找你的梦想，你去追逐你的爱情，何乐而不为？谢谢。好，谢谢杨老师。徐总。一个人有3件事他会很开心。第一个是有一份心仪的工作在从事，第二一个是有知心的爱人在陪伴，第3个就有交心的朋友在围绕。那请问现在你们开心吗？我工作的时候很开心。好，那一定是这3件事出了问题。先说女生，女生其实是不想接受异地恋的，跟着他从唐山到了北京，就是要避免分开。因此你失去了一份心仪的工作。因为你开始是做化妆的，我猜你可能是喜欢那个，到北京找到做物业的工作，一定做得不开心。但是你选择了知心爱人，北京也没有朋友当时，所以说当你开心的事情只有一件的时候，再反过来看男生呢，好不容易到了身边，结果自己选择了出去，因为做旅游摄影是要各地走的，这会儿好像男生很开心哦，因为做了一份自己感兴趣、梦寐以求的工作。但是此时你的开心是自私的，因为你完全忽略掉了女生的感受，甚至于她病了，你也不知道去安慰。女孩这时有了一些居然交心的朋友出现了，我想问你的是，你的心变了吗？没有。那你可要当心喽，那个叫你宝贝的男闺蜜啊，就是我们那个圈子男女都有，就是你的那个圈子当回事，他一定是不熟悉的，你没有把他当回事，但是未必对方不把他当回事，而且从你朋友种种的建议来说，他们好像也不把你这个男朋友当回事，说明好像你的心也没有在他那。我可以说一句吗？可以。她那些闺蜜经常撺着我们2个人分手。不是她的闺蜜说你的坏话，而是你的女朋友说了你不好的话，他们听进去了。女孩，如果你真是对她有所变化的话，
应该当时就提出来，先明确自己的心还在不在他那儿。如果他回到你身边，能不能回到以前？你的心在他那里还有多少？第二，如果真是一份不感兴趣的工作，一定要换，因为你会因为一件不感兴趣的事去找其他的事来弥补。恰恰如果爱人不在身边的话，你会找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而那个替代不是你的真爱。而男生呢，当时这个女孩的确是放弃了一切，为了你来到你身边的，可是你却离她而去。做人不能太自私。你如果能回到北京继续发展，我相信女孩会被你感动。做这个决定，就可以判断出你到底对她是真心，还是过于的自私。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有梦想是人之常情，而且你自己认为自己的梦想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为什么不可以拥有呢？想要一段美满的爱情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对吧？其实很多年轻人跟你是一样想的。其实人很多的烦恼、苦恼，恰恰来源于贪婪。我不同意梦想和爱情是可以共同实现的。梦想是自由的，婚姻就是不自由的。你又想有一份爱情，天天在家里做好饭菜等着你，你又想随时可以拿起相机去实现你的梦想，不可能的。人活的年纪越大，就会越认清楚这个现实，就是很多事情是不可能两全的。如果说梦想和爱情可以同时实现，那势必有一个人要做出伟大的付出才行。但是你就要问问对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如果他不是，你不可以要求他，你要做一个伟大的人。但事实上你就在这么做，你自己内心会认为，我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只是想实现我自己的梦想，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支持我呢？不是说你在做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儿，别人就一定要支持你的，别人可以不支持。即便是你现在在帮助一个特别需要帮助的人，别人也可以选择不和你一起的，这是别人自由的选择，你没有什么好苦恼。所以说，梦想和婚姻可以同时实现，一定在身边有一个为你付出的人，而你正在自私地享受着，而茫然不自知而已。那些所有登上台领奖的人，他拿到奖的时候，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为自己付出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人支持，一个人很难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那一定是有人在生活当中替你承担了生活的那部分责任。你要实现你的梦想，你就实现你的梦想去。如果能够遇上一个女人那么支持你的梦想，那你就跟她结婚。如果这辈子你都碰不上，你又想结婚，就请你把你的梦想世俗化一些，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双方最好想清楚这个问题，不要因为2滴眼泪，不要因为曾经的情感，待会儿又从那门里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又说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那就叫自作自受，好吧？对对，好，谢谢涂老师。女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孤独。你如果要求的就是一份陪伴的爱情的话，你就找一个能陪你的人。我有时候在想，我说为什么生活会过得特拧巴呢？是因为我们没想清楚我们要什么。好了，一起进入真情60秒。芳芳，我们2个相处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很爱你，直到现在我还很爱你。我现在脑海里回忆起我们之前一起走过的那些地方，我给你拍那些照，我不论去哪，我满脑子现在都放心不下你，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你曾经是我的全部，你现在还是我的全部。我爱摄影，那是我一生的梦想。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回去吧。来，请关门。男生会怎么做选择呢？女生能下了狠心吗？请开门。
来，姑娘。哎，挺好的，姑娘。我这么说吧，当爱情和梦想冲突的时候，她一定会选择自己更重要的东西，这特别好的一刻。谢谢你，秦晖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我和他在一起第2个月，他告诉我他要出国，我找不找地儿？有人喜欢不言而喻，给彼此留一些面子；有人喜欢刨根究底，一定要找到一个理由。我的建议是，既然我们已确定没有爱，反复确认不如各自安好。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湿湿水嫩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勒眼镜大力支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